每隔1小时，锤哥账户都会多500万，可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是他的卖命钱。原来他正在参与一场24小时的猎杀。在逃过西装男的致命一击后，锤哥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了，他决定死前看看妻子。于是他开着抢的车回了家，可刚要进家门，一个摩托杀手就朝他冲来，他只得再次开车狂逃。两人一阵追逐，摩托车渐渐逼近，可呲啦一下，摩托车竟然翻了。再次逃脱，锤哥松了口气，可突然后排伸出一根钢丝，死死勒住了他。原来摩托车手已经跳到了车上，在这危急时刻，锤哥直接一个加速将车撞向了马路牙子。由于有安全气囊，锤哥并未受伤，但强大的惯性让车手破开车窗飞到了地上。锤哥终于看到了车手的真容，竟然是之前被自己放过的神父。神父倒在地上，但嘴里还在不停叭叭。他讥讽锤哥不敢杀他，而等他恢复了，就去杀掉锤哥的妻儿。妻儿本就是锤哥逆鳞，听到这话他再也忍不了了，直接搬起巨石砸爆了神父的头。再次逃亡，锤哥来到了一艘船上，询问服务员，得知航线不会出城。服务员还好心让锤哥去大厅吃自助餐，可进去后，锤哥刚拿起水喝，就被服务员制止了。The hunt will do that to you, Dad. 服务员竟然也是杀手，女杀手一套广播体操把锤哥打得连连后退。然后拿起烧烤签准备把锤哥穿起来，眼看命悬一线，锤哥用尽最后力量把女杀手推到了火堆旁，然后趁女杀手灭火夺路狂逃。可来到甲板，他发现已经无路可逃了，女杀手也跟了上来。他讥讽锤哥，船开过前面的桥就出城了，到时候他将面临无止境的追杀。可没想到等船开到桥下，锤哥直接吊上了桥底，服务员也迅速跟上，看他不依不饶，锤哥直接来了个双脚蹬。再次逃脱，锤哥到一处空地和狗抢水喝，可手机又开始暴露精确位置，而且一辆车也从远处疾驰而来。身体的疼痛和精神的折磨，锤哥打算放弃了。可当车停下，竟是好基友小胖。他知道锤哥一遇上麻烦就会到这里，可他们才走2分钟，杀手西装男又从后面跟了上来。为了不伤害到小胖，他让小胖不要管他，然后就跳下了车，而西装男也下车紧追不舍。锤哥走着走着，突然他被人一棒放倒。等锤哥醒来，黑油油的枪口正对着自己，而四周已经围满了该娃。原来他们看到了锤哥手机的整账，要锤哥拿钱保密。锤哥好心劝他们放了自己，不然就会有血光之灾。可该娃反而嘲笑他是感冒药吃昏了头，说着还拿出了锤哥药丸。锤哥来不及疑惑自己的药怎么变成了感冒药，就被他们拉到旁边一顿暴揍。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一个小弟去开门，直接就被打成了筛子。锤哥赶紧趁乱开溜，这时门也开了，原来是今早公交车上见过的帅大叔。只见他拿着冒蓝火的加特林疯狂输出，该娃直接被清场。眼见小黑被火烧着，大叔便没有再浪费子弹，而逃到小房间的锤哥正想跳窗，可发现夹克男也顺着管道爬了上来，还摸出刀对着他笑，而帅大叔也在此时进入了房间。You're not allowed to use guns.